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乐高3月重磅新品《指环王》幽谷的经典场景、经典设计以及小彩蛋。套装编号10316，成品长度达到72厘米的镇宅套装。先看一下包装，可以看到彩盒仍然延续了18加套装的设计风格。打开彩盒，6167片零件，一共被分为了50个零件分包，49个大步骤。拼搭手册装在一个信封里，一共是有3本，分别也就是对应最终成品的3个大模块，所以也非常适合几个人同时拼搭。手册中除了对幽谷进行介绍，还对指环王系列的历史套装做了展示。同时，套装中包含的2幅挂画，其中一幅是白城，另一幅是艾尔隆德父亲驾船前往蒙福之地。那至少是其中的一幅，有可能暗示了乐高指环王系列的下一款重磅套装。你觉得会是哪一款呢？人仔方面，这款幽谷一共是包括了15个，也是囊括了护戒同盟的全部成员。如果再算上6个石雕人仔，那整个套装的人仔一共达到了21个。虽然套装中包括了大量的印刷件，不过贴纸呢还是有这样的2小张。这款幽谷将在3月5号正式发售，官价4599元。下面我们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内部的一些精彩设计。这里可以看到，在塔楼顶部侧边柱子的搭建上，设计师使用了左右2个这样的模块相互拼插的方式，构建出了砖块之间错落的感觉。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凉亭的搭建方案。首先，在底座的内部，设计师使用了若干十字轴连接件，搭建出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框架，同时恰到好处地创建了6个支点。那凉亭的圆拱也是这款套装最精彩的设计点之一，这里不好描述，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宫殿内部的这些雕花立柱，设计师也是通过一个整体的框架，同时配合一些其他的零件，对每一根柱子都做到了非常好的固定。包括在顶部，设计师还通过了2个拉杆结构，构建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梯形支撑。虽然这部分的零件用的比较细碎，但是整体却是非常的稳固。好了，那么经过大概12个小时的拼搭，这款幽谷就完成了。最终成品的长度达到了73厘米，深41厘米，高39厘米，一共由3个大模块组成，相互之间通过十字轴对削孔的方式进行定位，所以分开来展摆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另外，包括塔楼、凉亭以及树下的会议区也都可以直接取下来。相较于电影中的幽谷，这款套装并没有进行完整的还原，同时也并不是单纯的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进行1比1的搭建，而是选择了将电影场景中的建筑元素进行提取，对建筑风格进行复原，同时以整体的建筑布局为基础，然后进行适当的重新创作。大致的也就是先提取再压缩这样一个创作过程。对于乐高套装来说，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合理的一种设计手法，毕竟电影中的幽谷规模确实非常的庞大，完整还原意味着套装规模将过于惊人，而只取其中的移动建筑又无法还原幽谷的美丽与平静之地的整体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款乐高幽谷在设计方面更倾向于写意而非写实。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在屋顶部分，设计师大量的使用了4种不同颜色的平面砖，同时通过有序的排列，创造了柔美、宁静而又梦幻的渐变光影效果。而美轮美奂的精灵宫殿、精致的雕花凉亭、清澈的溪流、窄窄的石桥、斑驳的墙体以及岩石缝隙中的蕨类植物等等，这些剧中的场景元素则全部进行了还原，并将它们重新揉在了一起，进一步的再以此为基础，将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和细节进行植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下这款套装的经典场景和小彩蛋，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指环王护戒使者。场景1，到达魏伦戴尔，伤愈后的佛罗多与甘道夫重逢。场景2，比尔博巴金斯在魏伦戴尔继续创作他的作品《去而复返》，也就是 Darren Back Again， 在2楼的书桌上出现。场景3，套装中的一幅挂画，用乐高的风格对电影里的挂画进行了还原。挂画描述了伊希尔杜用艾兰迪尔之剑的碎片斩下索隆的手指的场景。场景4，
波洛米尔在埃尔隆德的会议前夜与阿拉贡交谈时，用手指触碰艾兰迪尔之剑，被依然锋利的剑刃划伤。场景5，埃尔隆德的会议，电影中最经典的场景，也是重要的转折。场景6，护戒同盟出发前夜，比尔博巴金斯将刺钉和密银锁甲赠送给佛罗多。场景7，9人护戒同盟出发，跨过石桥的场景。那场景8，则是《指环王：王者归来》中的场景，精灵工匠重铸纳希尔圣剑。那除了上面的这些电影场景，套装中还包括了至少4个小彩蛋。首先就是埃尔隆德会议庭院的下方，设计师在这里设计了一个眼睛，也就是巨大的无睑之眼，边沿环绕着烈焰的索隆之眼，隐喻了 The great eye is ever watchful。 A great eye, lidless, wreathed in flame。 索隆的斜眼更是虎视眈眈，也对应了艾隆王在剧中所描述的，而那索隆之眼则紧盯幽谷。Sauron's forces are massing in the east. His eye is fixed on Rivendell. 另外还有2幅挂画，分别是白城以及埃尔隆德父亲驾船前往伏蒙之地的场景。同时，这里可能也暗示了乐高指环王系列的下一款套装。此外，艾隆王座位后面的大树里面藏了一个绿色的瓶子。那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彩蛋的具体指向，有知道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讲一下哦。那还有一些隐藏的设计细节，这应该不能算彩蛋，不过也是值得看一下的。比如，设计师在中间这个亭子的边上设计了一个零件，那我们拆掉这个零件，就可以把整个亭子取下来。同时也有一块蓝色的板，它可能代表着亭子下方和边上的溪水是连成一体的。好了，那本期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